奥迪 R8 作为顶尖超跑，一直深受每个男人喜欢。眼前这辆黑武士更是充满了神秘感。虽然它是一辆事故车，整个侧面都遭受了猛烈的冲击，但依然深深吸引着强子。他从修理厂买下这辆车后，一直没时间处理。修好了之前的法拉利之后，终于能腾出手来修这辆奥迪 R8。现在他要进到车内，简单的检查一下车子状况。由于这辆车放在拖车上，所以只能打开一个小缝隙。身材娇小的强子挤进去之后，打开了前面的机盖，然后降下了车窗。可以看出里面的内饰保存的还是挺不错的，成色和新的差不多。评估了内部的情况后，强子接下来就要把车转移到车库里，因为车子侧面损毁严重，轮胎都已经凹陷进去了，所以他现在根本无法转动，这样就没办法移动车子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强子先拧掉上面的螺丝，发现并没有什么用。恼羞成怒的强子踹了轮胎一脚，接着直接拿起了切割机，把轮毂切开，取出了轮胎，然后换上了一个新轮胎。就这样，车子才能勉强移动。几人合力把它推到了地面上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辆2020款的 R8 非常先进，轮胎和宽体的距离只有一个手掌厚，而且车身也只到了强子身高的一半。这种极端的设计深受他的喜欢。接着，强子进入车内，要检查基本功能有没有出问题。这时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的内部空间非常小，强子坐进去感觉很局促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活动的空间。不过谁叫人家是 R8 呢？这些问题都抵挡不住强子对他的喜欢。在开始修车之前，他要先把里面的垃圾清理掉。强子有洁癖不是1天2天了，所以大家应该早就见怪不怪了。在剪掉车内多余的碎片后，他搬来了那个小吸尘器。这个吸尘器可是老演员了，为强子出过不少力。经过两者的一番努力，这辆车内部终于被清理干净。接着强子来到车身侧面，这里正是被撞坏的地方。侧裙和面板已经扭曲，但是主要的支撑结构没有问题，只有一些塑料件坏了，这部分没办法修，只能定制一套全新的。这些对强子来说都很简单，所以这里我们不过多的赘述。其实之前在检查车子的时候，强子就发现了一些特殊的东西，不过他并没有声张。只见他神秘兮兮地把搭档叫进车里，然后打开了副驾前面的储物盒，这里放着很多张奥迪 R8 的图纸，上面的信息显示出这辆车的底盘架和之前的兰博基尼型号相同，而且装配了很多先进的功能。当然肯定少不了人尽皆知的夸戳。这么多页的报告里还介绍了这辆车的基本情况，以及出现不同问题该如何处理，这给强子的修复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。接下来他把奥迪 R8 转移到车库里，要进行下一步的修理。强子发现它在启动时不太顺畅，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，所以现在他要拆掉里面的电池，去商店进行以旧换新。因为车子是中置发动机，所以很容易就能取出里面的电池。强子拿着它去了趟商店，很快就搬回来一个新电池，重新安装上去后，他要把车身套件都拆掉，对这辆车进行一个彻底的检查。拿掉了4个轮胎之后，他把轮舱里的挡泥板拆掉，这样就能很容易的取出后包围，把藏在里面的进气系统暴露出来。它上面有2个涡轮增压，能在发动机运转时提供更多的氧气，从而爆发出更强的动力。好在这部分没出什么问题，要不然修起来麻烦就大了。不过有一句话叫内行看热闹，外行看门道。强子看着这个特殊的进气系统，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于是就按照上面的信息发短信过去咨询了一下。这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，这辆奥迪 R8 竟然刷了2阶，而且还更改了内置燃料系统，再加上一个独立的竞速离合器，可以说这辆车超乎了强子的想象。要是切换成竞赛模式，这辆车能爆发出1200匹左右的马力，这大大的超出了强子的预期。原本他以为这辆车和自己的道奇蝰蛇差不多，马力应该能达到700匹，没想到竟然这么高，这着实是超出了他的预期。看来这次是买对了，但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是，这辆 R8 虽然很好，可是始终无法发动，这让强子非常的苦恼。在之前修理兰博基尼时，他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当时是找了专业的人连接电脑才查出来的问题，发现是车子触发了保护功能，自动断开了保险丝。对于这辆奥迪 R8， 虽然强子也怀疑是同样的问题，但内心又不太确定，所以打算先从后面的进气开始排查。因为这是一辆事故车，所以被撞了之后，进气系统很可能有零件被弹出，导致整个管道阻塞。所以强子和搭档打开了发动机盖，然后拆掉后面的所有外部零件。完成后，他并没有急着开始修复，而是要先试试能不能发动。What the heck？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，车子哼唧了几次就是启动不了，无奈两人只能把重点转移到发动机上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出，引擎附近非常的干净，没有任何受损的迹象，所以基本可以排除这方面。接着强子拆开保险丝盒，拿着工具测试电压，这一部分也没什么毛病，这可把两人急坏了。原本以为只靠自己就能找到问题，
现在看还是他们太天真了。这次强子也不再纠结，直接跑到电脑城买了一台笔记本，拿回去简单的调试后，就连接到了车上。这次他根据上面的指示更换并重新连接了几个线路，然后再次尝试发动车子。奥迪 R8 终于成功发动，强子激动地来到车尾进行查看，发现没问题之后，又检查了和车子连接在一起的电脑，上面的代码也恢复了正常。现在强子没有了顾虑，接下来就着手开始修复车身。从之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，这辆车的侧面被撞得很严重，不仅外面的车轮扭曲了，里面的悬挂也受到了影响，所以强子在网上订购了一套新的。至于其他坏掉的部分，强子要先把它们拆掉，然后去奥迪的店里看看，尽量买一些新的回来。这辆车坏掉的部分主要是后半部分，所以强子先把油箱的盖子拿了下来，然后一步步的剥离其他零件，最后拧掉里面的螺丝，后面的套件就被取了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扭曲得很严重，如果硬修的话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效果可能没那么好。内部的情况暴露出来后，强子把里面坏掉的零件都拆掉，接着开始分析坏掉的部位该如何处理。首先是后面的金属杠，上面用来固定套件的支架被撞掉了，这个修起来很容易，只要找一个类似的零件焊上去就行。这种情况他在之前的兰博基尼上遇到过，所以很有经验。其次就是下面的支架，这里不仅被撞扭曲了，而且几乎已经断裂。这对强子来说处理起来也很简单，只需要把它重新掰直，然后进行焊接打磨就可以了。像这种小损坏，整体的难度都不大，真正困难的地方是这个车门。如果强子技术高超，能修好之前被撞坏的门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问题。可要是无法处理表面的凹陷，那就要重新买一个车门。要知道这可是一辆奥迪 R8， 零散的配件都不好买，更别提一个车门了。虽然强子现在很担心，但还是把它拆掉了。接着又拧掉侧裙上的螺丝，取出里面的塑料零件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辆车的主体车架并没有受损，目前看来问题不大，强子也松了一口气。接着他把所有拆掉的零件一一登记，然后开车去 4S 店里采购。因为跑车的某些零件都是通用的，所以他先去了奔驰店和保时捷店，采购了基本零件后，最后才来到奥迪车店。在这里他买到了侧裙等一系列需要的东西，可遗憾的是并没有买到多余的车门，他只好载着一车的零件回去。这次出门强子花费将近1万马内，其中最贵的就是这个碳纤维侧裙，仅仅一个长板就要3000马内。付款的时候强子心都在滴血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得到了奥迪 R8 的车门和翼子板，而且没有花费1分钱，是他的粉丝寄过来的。这位粉丝家里也有一辆 R8 事故车，车况简直不忍直视，但好在车门还算完整。当他了解到强子的情况后，二话不说就拆下来送给了他。拿到车门后，强子先装上去试了试，发现尺寸刚刚好，接着他又把宽体也装上去，这两部分尺寸非常贴合，简直就像是量身定做的。这里面是一个全新的散热器，把它装上去之后，强子给这辆车加了冷却液，然后发动测试了一下，发现没有问题后就继续下一步。他把重点转移到车身上，车门上的赛车涂装非常的酷，而且还有一套赛车门把手。原本强子想换掉这个设计，但搭档却不同意，他觉得这个门把手非常帅，所以要保留下来。强子认为这个细节无伤大雅，就勉强同意了这个请求。两人正说着时，强子忽然发现了一处细节，那就是这两个套件的接缝处，那个缝隙非常窄，就和没有一样。要知道这个套件来自另外一辆车，安装上去效果还能这么好，着实是让强子吃了一惊。接下来他要修复控制臂，然后开上路试车。强子拧掉上面的螺丝后，把一个 V 型的控制臂拆下来，加热到一定程度后用锤子敲直，这样他就能在新的零件到来之前临时的顶替一下。完成后，强子换上了新轮胎，然后开出去外面试了试。由于车上还有一些地方没修好，所以他不敢开太快，只是在门口简单试了试。虽然强子很满意，但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。为了让这辆奥迪 R8 能合法上路，他要继续解决车子的问题。他用支架把车子撑起来，然后拿切割机把散热器支架切掉，接着对表面进行打磨。把新的支架焊上去之后，固定好了散热器的位置，然后强子钻到车子下面，要继续寻找其他有问题的地方。结果一个发现让他傻了眼，在发动机舱里竟然有一个橡胶柄，这绝对不是车子原本就有的，而是有人不小心丢进去。每当发动机运转时，橡胶柄都会被加热并散发出烧焦的味道。之前强子还以为是引擎出了故障，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这个小玩意儿。现在他的顾虑全都打消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处理车身套件了。他把之前拆掉的零件重新装回去，包括后面的2个尾灯，接着把车子降下来，往里面倒了一些冷却液，然后就开着车子出门了。由于这个时间点路上没有什么人，所以他一股脑的把油门踩到底。一般不出意外的时候就要出意外了。当 R8 的速度快到一定程度，车子直接响起了警报。强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为了避免出什么事故，他赶紧回到车库检查。回去后先把轮胎拆掉，然后取出上面的卡钳和刹车盘，接着拿出中间的金属轴，用焊机进行了焊接。做完这些还不够，他又把里面的控制臂拆掉，检查内部是否有其他问题。
这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，轴承里的滚珠掉了出来。要是强子没有及时停车的话，车子受到的损伤简直无法想象。所以接下来强子要去买一个新的换上去。奥迪 R8 的车身处理已经过半，现在正常上路也没有问题了。能到如今这一步非常不容易。话说上集强子发现了车轴的问题后，直接在网上订购了新零件，在等待到货的过程中，他要把车身套件全部重新喷漆。眼前这个白色的机盖和前面的哑光黑前铲，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光滑，但要是仔细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很多划痕。虽然这种情况并不严重，但是却非常影响观感。对于强子这种有强迫症和洁癖的人来说，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事情。所以他先把车子升起来，然后打开前机盖，拆掉了轮胎舱里的挡泥板，接着又拿掉轮胎，把周边的螺丝全拧掉，前面的进气格栅就被取了下来。这时强子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那就是这辆奥迪 R8 的车身套件表面有一层塑料膜，要想重新喷漆的话，需要把表面的塑膜撕掉才行。为了方便工作，同时保证在撕膜时不伤害车漆，强子特地去了一趟商店，精挑细选了一个水蒸气机。回到车场后，他先在车头尝试使用，随着水蒸气和温度越来越高，强子慢慢的撕掉表面的膜。这时候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原本哑光黑的表面瞬间变得闪亮起来，而且车子本身的车漆并没有受到影响。看到效果这么好后，强子便开始在其他地方操作。他和搭档忙前忙后，终于把前面的膜全都撕掉了。这一步完成后，他开始修复侧面的剐蹭，给它打磨并刮上腻子，静静的等待风干。这时强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他要把全车都进行打磨，然后喷上一层亮光黑漆，让车子变成一个西装暴徒。这个想法虽然不错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哑光黑好看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了一个目标后，强子便不再磨蹭，又对那个地方进行多次打磨，最后喷上了一层密封剂。在等待风干时，他拿来蒸汽机开始处理车门衣，把上面的涂装一点点的撕掉。因为这个车门起初是装在赛车上的，而赛车在比赛时难免会出现磕碰，所以强子以为当撕掉表面的膜后，他的状况会非常差。没想到结果和他的想象刚好相反，整个车门非常光滑，就像镜子一样干净。看来原车主还是非常爱车的。所有的膜都撕掉后，强子开始对车身进行打磨。眼前这个白色的机盖上有2处瑕疵，他先磨掉表面的车漆，然后刮上一层腻子，就这样反复几次，初步的处理就算完成了。接着他来到另一边，也是重复相同的操作。下一步强子想对上面进行喷漆，为了防止误伤到其他地方，他用胶带进行了简单的遮盖，然后喷上了一层底漆。在等待风干的同时，强子要去处理后半部分。他撕掉了表面的保护膜之后，把车架上磨损的地方打磨，然后用同样的手法喷漆处理。为了保证效果，强子又重复来了几次。完成之后，他开始处理车门。这辆被拆的只剩骨架的奥迪 R8， 此刻要被强子转移去安装全新的车身套件。翻新这些套件花费了他大量的功夫。话说上集车门上的零件被拆掉后，强子先对表面进行打磨，为了方便对其他地方处理，他用细线把上面的标志割掉，接着把前机盖也都打磨了。原本亮闪闪的白色车漆，现在也变成了哑光色。这些都完成后，强子要给这辆奥迪 R8 进行喷漆。之前你们总说他有这么多跑车，却连一个自己的期房都没有，这听起来确实有些尴尬。所以强子利用空闲时间建造了一个。现在他要把车身套件都拆掉，送到车间去喷漆。这个过程强子非常的小心，生怕碰坏了刚打磨好的零件。经过1个小时的忙活，强子和搭档收拾好东西后就出发了。由于期房和工作室距离很近，所以2人不一会儿就到了。他们把所有套件都拿下来并摆放整齐，然后先用密封剂喷上一层。这只是一个开胃小菜，重头戏还在后面。强子换上专业的防护服，拿起喷枪就开始了最后的上漆。这里他选用的是亮黑色，不得不说看起来效果还算不错。所有的套件都喷完后，还需要最后一层清漆来增亮。在等待风干的同时，强子回到自己的车库，要把那辆奥迪 R8 拉到期房，等套件风干后直接装上去。可能是货板的倾斜角度过大，车子第一次尝试上去竟然没成功。看来夸戳也没那么厉害，最后还是靠老爷子的辅助才成功的装到车上。来到期房时，面板已经风干了，强子和岳父合力把机盖搬了出来。这里我们可以发现，喷漆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，它看起来就像镜子一样光滑。装好机盖后，2人又把前铲装了上去，最后是车门。不过由于奥迪 R8 的后半部分还没有修好，所以剩下的部分就没有安装。要我说，这就有点不符合强子的性格了。这要放在以前，他为了美观一定会先把套件装上去，然后修的时候再拆下来。现在估计他也觉得麻烦了。他们把车子拉回去后，强子要开始处理内饰部分。为了方便工作，他又把门拆了下去，然后钻进车里取出座椅，这样一来内部空间就大了起来。接着他把面板都拆除，要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损坏。经过一番忙活后，强子就大致了解了里面的情况。他觉得这辆车还是挺幸运的，内饰部分没什么大问题，只不过顶部有些地方脱落了，安全气囊可能也有些问题，而最重要的安全带也是坏的。
这些零件修复起来很容易，而且成本也不会太高，所以他也不再耽搁，直接拿出新零件就开始装。顶部处理结束后，他把侧面的安全带系数取出，要拿去经销商处进行修复。这个男人开着1200匹的奥迪 R8上路，此刻他的内心非常紧张，因为这辆车之前出过大事故，之前连安全带都没有。现在他要修复奥迪 R8 的座椅，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椅子的侧面被打开了一条缝隙，这是因为车子在被撞的时候，安全气囊从里面弹出，才留下了这个缺口。强子把它拿进车库里，拆开表面的皮革，把里面残留的安全气囊装置取出，然后来到商店里采购针线。不得不说，他真是多才多艺，针线活都能自己来。不过他们那边的针和我们的还不一样，是那种弯曲的，还要拿工具才能缝合。这要是交给我们国内的大妈，根本不用这么麻烦，一根针加一个顶针，半个小时就搞定了。不过强子的手艺也不错，他并没有把缝隙完全缝合住，因为安全气囊还没装。之前从商店回来的时候，他顺手买了一个表面被烧毁的座椅，功能上完全正常，里面的安全气囊也完好无损。接下来他要对2个椅子进行改造，由于天色渐渐暗淡下来，他就把工具都拿到了外面，先把坏掉的椅子表面拆开，取出内部的安全气囊，把它转移到 R8 的椅子里，再进行最后的缝合。完成之后，强子又拆掉了车门，用吸尘器先把内部的杂物清理掉，接着把修好的座椅装了回去。内饰阶段差不多之后，强子下一步的目标是尽快上路试驾。就当他要继续处理内饰时，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，打开之后发现是之前订购的摇臂，样子看着很像哑铃。看到这玩意之后，强子突然想起来悬挂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，于是他改变了计划，决定先从悬挂开始处理。把车子升起来之后，强子先拿掉外面的轮胎，接着拆下卡钳和刹车盘，然后又拧掉上面的螺丝，把控制臂整个拆掉。这时他就有点忙不过来了，于是把搭档和老丈人都叫了过来，3人共同上阵，不一会儿就完成了任务。接下来强子来到另一边，他把轮胎拆下来，然后拿掉上面的卡钳，这部分的问题不大，只是线路有点接触不良。强子简单的焊接了一下就修好了。现在车子功能上的问题已经差不多解决，接下来强子要对车身套件加固。之前在拆车的时候，强子为了方便自己工作，并没有把所有零件都固定，这要是真把车开上路，一给油门说不定零件就满天飞了，所以他不敢有丝毫马虎。车身的部分差不多处理好后，强子又给R8装了个碳纤维尾翼，完事后对细节处简单修缮，这辆车差不多就完成了。在开始出去试驾之前，强子要装一个临时的安全带，毕竟这是一头马力能达到1200匹的野兽，要是在路上高速行驶，没有足够的防护能力肯定不行。看得出来强子还是很谨慎的，他选择的是交叉型的加厚安全带，套在身上就是满满的安全感。在临出发前，强子狠踩了几下油门给自己壮胆。这是奥迪 R8 第一次正式上路，结果差点发生事故。强子踩了油门之后，车子几乎失控。话说最开始强子和搭档一起开车上路时，2人还不敢开得太快，他们要先去加油站加油。要知道这可是一辆超跑，耗油量可不容小觑，一脚油门下去说不定30块就没了。趁着说话的功夫，他们很快就到了加油站。这要是把油箱加满，不知道得多少个 W。 经过将近1分钟的等待，油箱总算是装满了。接下来强子终于能放心的踩油门，只不过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一旁的搭档可受不了这么早。刚才要不是搭档的制止，车子说不定就失控了。但因为还没有体验到推背感就被同伴制止了，所以强子并不死心。他提醒同伴做好心理准备，然后又猛地踩下油门。由于路上情况复杂，他不敢开得太快，也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。接着强子左找右找，总算是发现了一条没人的小路，在这里终于能放心的开了。这来回的2趟让强子非常过瘾，但是却有点不适应，因为这辆 R8 的操控手感和之前的兰博基尼相差太大，再加上车子有些毛病没有彻底解决，所以下一步就是对细节进行调整。他进到车内之后，拧掉中控台上固定的螺丝，然后拆掉上面的零件，从里面取出一个小方块。这里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，但是感觉应该很重要。强子把它送到经销商处维修，在等待的同时，他打算对车身套件进行抛光处理。于是，在返回的路上，顺便去了一趟商店，买了不同型号的砂纸。回到车库后，就开始了打磨。他先用粗砂纸结合肥皂水，对表面进行初步处理，完成后再用肥皂水清理表面。等到彻底擦干后，强子拿出一管类似胶水的东西，均匀地点在翼子板上。这里有人知道他用的什么东西吗？可以打在评论区里。接着他拿出砂轮，再对表面进行细磨。
我原本以为它是羊毛的，现在看来是我错了。这个砂轮在翼子板上摩擦了一会儿，表面就出现了大量粉末，看来它还是有一定的杀伤力的。现在翼子板已经初步处理完成，看起来比之前光滑了许多。不过这还没完，为了使最后的效果更好，强子裁剪出了一张塑料膜，再往上面喷上胶水，然后就像给手机贴膜一样，一点点的把里面的空气排出，最后用抹布简单一擦，车子直接就变成了墨砂黑。别看强子现在非常激动，但现在的他绝对想不到，等撕膜的时候他会有多狼狈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。接着强子又拿出一个包裹，这里面装的是2个碳纤维通风口，把它装在车上简直就是点睛之笔，让车子看起来也更具侵略性。强子把奥迪 R8 开到外面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车子的问题也全都暴露出来。最明显的就是车身，各个地方明显配色不统一，让人感觉很难看。这个男人太倒霉了，刚给奥迪 R8 喷上黑漆，结果在撕膜时就被破坏了，这下又得从头来过。其实强子原本是想把车子表面变成哑光漆的，之前给翼子板贴了隐形车衣之后，经过一晚上的风干，发现上面多出了很多气泡，而且边缘还有一些褶皱。他觉得这个效果太差了，没有专业的师傅来做根本行不通，于是他要把这层膜撕掉，重新做回原本的亮漆。截止到现在一切都还正常，但接下来的一幕就让强子傻眼了。只见他取掉翼子板附近的零件，然后拿出之前的蒸汽喷枪，慢慢的对表面进行加热。刚开始的时候还很顺利，但不一会儿强子便没了耐心，几个大力撕扯下来，车上原本的漆直接被粘掉了。这下算是倒了大霉，要重新进行喷漆，眼看已经不能补救了。强子索性直接放弃挣扎，一把就撕掉了剩下的膜。由于这里需要重新喷漆非常麻烦，所以他暂时先搁置，把重点转移到旁边的车门，对上面进行了初步的打磨，然后给表面涂上研磨膏，再拿出羊毛砂轮打散，最后给上面打一层蜡，这个车门就焕然一新了。此刻强子的内心还是很偏向隐形车衣的，认为这样既能保护车漆，还会让车子看起来更酷。殊不知这么做虽然好，但是对操作环境和技术的要求非常高，像强子这种半吊子根本不行。不过谁让他不听劝呢？只见他和老丈人一起操作，给刚打上蜡的车门贴上了隐形车衣。可惜的是效果并不好，表面有很多肉眼可见的气泡。强子想把它放在太阳下晒一晒，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，让里面的气体自己跑出来。我觉得他真是太天真了，这样如果能成功的话，那么人家专业的师傅就没饭吃了。就这还不算完，他继续来到车库，要把前机盖也贴上隐形车衣。两人先对表面进行清洗，这种清洁工作强子最在行，毕竟之前修车的时候，一辆车得洗好几遍才行。这次的流程跟刚才差不多，照例是打磨上蜡。由于前面的面积较大，所以他和搭档加上老丈人3人合作，才贴上这个隐形车衣。这次的效果看起来蛮不错的，比那个侧门要强上许多，至少表面没有气泡。不过他高兴的有点早，经过一晚上的等待之后，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意外了，上面的膜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紧缩，这个现象在边缘尤其明显，甚至出现了很多褶皱。看来这次算是彻底翻车了。强子也放弃了给R8贴隐形车衣的想法，决定还是回归正常比较好。确定了思路之后，他拿起蒸汽喷枪又是一顿操作。一开始还算顺利，车门上并没后出现漆面损伤，但机盖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经过两人的一番忙活，前面的2个角的油漆成功脱落，而且上面还有零星的小粘点。这次看来是损失大了。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后，现在懊悔也来不及了，所以他也不含糊，直接开始打磨。为了降低后面的工作量，他只对漆面有问题的地方喷漆，不会再把它们都拆掉送到车间。打磨好后用胶带贴住。超跑奥迪 R8 的翻新终于完成，这低调的黑色没有男人会不喜欢。话说这个翻修的过程真是一波三折，上级掉漆的地方底漆风干后，强子把上面的遮盖都撕掉，然后和搭档一起把机盖打磨了。这部分完成后又处理了翼子板，他们把这些全部都拆出来抬到外面。原本两人说好不去喷漆车间，就在外面随便搞一下就行，但是最后强子还是心软了，觉得不能这么敷衍，于是就把2个套件都装到了车上，拉着他们来到了喷漆房。强子先对表面进行清理，然后倒出一罐子黑漆，对着零件就是一顿狂喷。完事之后调了一罐清漆，喷到表面增加光泽度。不得不说他的技术确实有长进，我们明显能看到动作更加熟练了。等到这些零件都风干后，他带着零件回到了车库，这次打算先从中网开始。强子和搭档2人一阵忙活，把所有零件都组装在了一起，接着又拿出一个包裹，里面装的是一个碳纤维前铲，看起来非常炫酷。2人把这些都组装到一起后，就装到了奥迪上。这个中网就像车子的脸，一装上去气质立刻提升不少。接下来就是安装其他车身套件。差不多组装完成后，强子简单的清洗了一下表面，现在它看起来总算有了超跑的样子。前端的部分完成后，强子接下来的打算是先处理内部，最后处理车尾。
之前送去经销商那里翻新的安全带和那块 SRS 模块现在到货了。他取出零件后来到车内，把中控吸数拆开装上模块，完成后又把椅子拉过去，安装上修好的安全带。功能这方面的问题就算解决了。接下来是车门的内饰，强子搬出之前淘到的旧车门，上面内饰板等零件都还能用，可以全拆下来转移到现在的门上。不过有一点很麻烦，就是上面的零件和线路太多了。他和搭档2个人忙活了将近1下午，才搞定了一侧的车门。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，这辆车差不多被分成了2半，前面就和新的一样，而后面则全是乱七八糟的零件。不过不用担心，2人对车门进行了打磨抛光后，就开始安装车尾的套件了。强子从角落里找出那个碳纤维尾翼，放上去比对，发现尺寸刚刚好。接着又拿出其他零件来，一点点的进行组装。完成后从上到下进行安装，2人合作效率很高，不一会儿这辆 R8 就完成了。从后面看着非常酷，但是修复过程还没有结束。外表虽然没什么问题了，可里面还有零件没有安装。由于侧裙上的零件很难找，所以强子只能对原本的进行改造。他用不同的工具操作，尽可能的把侧裙掰直，最后补上其他的零件。这辆车就算彻底完成了。接着强子把车开到外面，拿出吸尘器对内部进行清洗。你要是说其他技术活强子不专业，那我还可以接受，但你要说他不会洗车，我可就不同意了。强子的洗车技术堪称一流，他一般会先用水冲洗一遍，然后打上一层泡沫，后面再对表面进行冲洗，完事儿后用抹布擦干，这辆车就变得焕然一新了。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奥迪 R8， 强子反而没有了去狂飙的欲望，而是开着它去野外游玩，躺在车边享受这一静谧的时刻。